我说你们怎么也不通知我，我还要我儿子尸体的？你知道那个法官怎么说？哟，你怎么还要他尸体了？我说那是我儿子。后来他说这样，我给你开个证明，你到火葬场去领骨灰吧。我领了我儿子也把骨灰回来了。当时我真受不了，在火葬场门口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他早已经死了的。1995年4月27日，河北石家庄郊外的刑场，21岁的聂树斌倒在血泊中。他被认定为强奸杀人的凶徒，从被抓到执行死刑只用了7个月。可谁能想到10年后，一个叫王淑金的死刑犯会突然站出来，说自己才是当年的真凶。更没人能想到，这起看似板上钉钉的铁案，会让一位母亲走上长达21年的申诉路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起中国法治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冤案——聂树斌案，看一场迟到21年的正义如何告慰枉死的青春。时间回到1994年8月5日，石家庄的夏天闷热难耐。下午5点多，27岁的女工康某下班骑车回家，路过郊区孔寨村的石粉路时，被人用自行车别倒，拖进了路边的玉米地。等路人发现时，康某已经没了气息，身上的衣物被丢弃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经鉴定是被强奸后勒颈窒息死亡。这起恶性案件在当地引起轰动，警方全力侦查，可查了1个多月，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。直到9月23日，警方根据群众反映，把目标锁定在了21岁的聂树斌身上。他是当地冶金机械厂的工人，平时性格内向，没有任何前科劣迹，怎么看都和凶徒沾不上边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少年，在被传唤后的第2天就被监视居住。10月1日正式刑事拘留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，聂树斌主动交代了强奸杀人的经过，还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和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，供述和现场勘查完全吻合。但让人费解的是，从被抓到认罪仅仅用了几天时间，而这起案件最关键的证据似乎就只有聂树斌自己的口供。1995年3月15日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，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、强奸妇女罪，2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。聂树斌不服上诉，声称自己年龄小，是初犯，请求从轻处罚。可仅仅1个多月后，1995年4月25日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驳回了上诉，维持原判，还核准了死刑。4月27日，距离案发仅8个月，距离被抓仅7个月，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死刑。这个判决速度在今天看来快得惊人，而支撑这份死刑判决的证据链更是漏洞百出。根据后来最高法的再审判决书查明，首先，作案时间没法确认，聂树斌单位的考勤表作为关键证据，案发后前50天内竟然离奇缺失，没法证明他案发当天是否上班。其次，作案工具是一件花上衣，聂树斌说从废品堆里捡的，但这件衣服的来源完全无法核实。更关键的是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和死因都不能确认，聂树斌供述的勒死细节和尸检报告也存在矛盾。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聂树斌被抓获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不见了，多名重要证人的讯问笔录也缺失了。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，让整个案件的定罪基础变得摇摇欲坠。可在当时严打的背景下，这些疑问都被忽略了。一份看似公正一致的判决，就这样夺走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。
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，母亲张焕之的世界彻底塌了。他始终不信自己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儿。从1995年夏天开始，这位农村妇女放下农活，踏上了漫漫申诉路。她没读过多少书，也没钱请律师，就自己一笔一画地写申诉材料，一遍遍跑到石家庄、北京的公检法机关递材料。一开始没人愿意听她说话，有的部门甚至不让她进门，她就蹲在法院门口，饿了啃口干粮，渴了喝口凉水。遇到愿意停下来的工作人员，就哭着诉说儿子的冤屈。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了，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，人都没了，再折腾也没用。可张焕之说，我儿子不能背着杀人犯的名声入土，哪怕我死了，也要为他讨个清白。这一坚持就是21年，他的脚步踏遍了无数个部门，手写的申诉材料堆起来有1人多高。为了省钱，他在北京上访时住过最便宜的地下室，甚至在桥洞下过夜。为了收集证据，他顶着别人的白眼儿，一次次回访案发地和儿子的单位。这21年里，丈夫聂学生因为过度悲痛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女儿也跟着操心受累。原本和睦的家庭被这桩冤案拖得支离破碎。张焕之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全白，背也越来越驼，但他心里的那股劲儿始终没松。他坚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儿子一个清白。2005年1月，转机突然出现，河北广平县警方抓获系列强奸杀人案嫌疑人王淑金。这个身负多条人命的凶徒，起初只交代了已被掌握的罪行。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刑侦副局长的郑成月，凭借多年刑侦经验，觉察到他有所隐瞒，必须把所有案子说清楚，一件都不能漏。郑成月顶住审讯压力，多轮细致核对时间线、作案细节。1月17日，王淑金终于松口，供述了1994年8月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害女工的罪行。他准确描述了被害人穿红色上衣、骑车路线、尸体藏在玉米秸秆堆，甚至记得被害人随身携带的小钱包样式。这些细节很多未在当年卷宗中公开。郑成月听完心头一震，他清楚记得这起案件早已宣判，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。人命关天，真相不能埋。他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，专程驱车赶往石家庄，调取聂树斌案卷宗。对比后发现，王淑金的供述与现场勘查记录高度吻合，绝非道听途说。可阻力随之而来，案子早有定论，别多事儿，免得影响仕途。甚至有上级暗示他不要声张。但郑成月没有妥协，他顶着可能被排挤的压力，坚持公开王淑金的完整供述，配合媒体披露疑点。正是这份勇气，让一案两凶的真相震惊全国。南方周末、新京报等媒体纷纷报道，舆论呼吁复查的声音越来越高。张焕之拿着报纸哭了整整1夜，10年的屈辱与坚持，终于看到了曙光。真凶现身并未让纠错之路一帆风顺。2005年至2014年9年间，案件多次复查终止，关键证据因年代久远难以复原。原审部门的阻力让进程步履维艰。张焕之没有放弃，他带着厚厚的申诉材料继续奔波于各级机关。郑成月也始终关注案件进展，即便后来因多事被排挤提前退休，仍接受采访呼吁还无辜者清白。2014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，打破原审自查的僵局。2016年6月，最高法正式决定再审，明确指出原审证据不足，存在重大疑问。11月30日，最高法第2巡回法庭在沈阳公开开庭，这是中国司法史上首次对已执行死刑的案件再审开庭，数百人旁听，全国关注。庭审中，申诉律师列出关键漏洞：无任何物证证明聂树斌到过现场，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，缺失的讯问笔录无法排除刑讯逼供。
王淑金供述的未公开细节，只有真凶才能知晓。检察机关当庭认可证据不足，建议改判无罪。2016年12月2日，辽宁沈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。当法官宣读撤销原审判决，改判聂树斌无罪时，坐在旁听席上的张焕之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这一天，他等了21年6570个日夜。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，原审判决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，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，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，应当依法宣告无罪。宣判后，张焕之抱着判决书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我很满意，我就是等这一天，我就是要这个结果。”2017年3月，聂树斌的家人收到了国家赔偿决定书，人身自由赔偿金、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，再加上13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，共计268万余元。这是当时冤错案国家赔偿史上最高的精神抚慰金。可再多的钱也换不回那个21岁的少年，换不回这21年被摧毁的人生。随后，案件责任追究启动，当年参与办案的相关人员被依法追责，用法律为这起冤案画上了迟到的句号。聂树斌案的改判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正义回归，更推动了中国法治的深刻变革。疑罪从无不再是纸面原则。2012年，刑事诉讼法增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2018年，强化律师辩护权、DNA 鉴定、电子取证等现代刑侦技术普及，冤假错案预防与纠错机制逐步完善。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，正义的到来离不开张焕之青丝熬白发的执着申诉，离不开郑成月顶压力说真相的警察担当，离不开律师团队的专业辩护，更离不开司法机关正视错误的勇气。21年里，聂树斌的生命无法重来，郑成月晚年身患重病，靠亲友接济度日，张焕之的家庭被拖垮，但他们的坚守为中国法治劈开了一道光亮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，你是如何看待这21年的正义长跑？如果是你，能像张焕之一样坚持半生申诉，或像郑成月一样顶着压力坚守真相吗？对于冤案的预防和纠错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也请关注小薇说案。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冤案系列，探寻更多被时光掩埋的真相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